今天是2025年11月20号，乌克兰抵抗侵略的第1365天。昨天俄罗斯全域战损人员850人。红军城战场，俄军集结16万重兵，是要拿下此地。11月19号清晨6点，数百支3人突击小组的俄军凭借浓雾掩护，搭乘摩托车和全地形车沿红军城南侧公路渗透，企图切断乌军补给线，却被乌军无人机侦察部队精确捕捉。随后立即启动空地协同方案，8架 F-16战机携带 AIM-120空导弹升空，在红军城上空40千米处拦截俄军苏25攻击机。同时，地面无人机蜂群对俄军突击小组定点狙杀，摧毁摩托车32辆，全地形车17辆，粉碎了俄军的计划。14时，俄军第51集团军集中兵力向西部工业区发动冲锋。乌军第79空降旅依托厂房为掩体，用反坦克导弹牵制俄军装甲集群。F-16战机同步俯冲轰炸，摧毁多辆 T-72坦克和 BMP 步战车，迫使俄军后撤2000米，打破了俄军控制城区95%的面积的谎言。战至24时，红军城核心街区至 H-20公路仍然牢牢掌握的乌军手中。哈尔科夫战线，早上7点59分，乌军发射了4枚美制远程战术导弹，袭击了俄罗斯境内沃罗涅日。俄军是目标，虽然遭到 S-400和铠甲防空系统拦截，却成功测试了俄军的防空极限，迫使俄军不得不抽调前线防空兵力回防，间接减轻了乌军各条战线的防空压力。乌军地面部队在哈尔科夫主城区外皮什察内阵地依托建筑和战壕顽强抵挡俄军进攻，多次击退俄军进攻，守住了关键阵地。9点30分，库皮扬斯克战场，俄军北方集团军试图突破奥斯基尔河，夺取沃夫昌斯克，切断乌军补给线。乌军依托河流建筑物构建防御，无人机实时监控俄军动向，海马斯火箭炮精准打击俄军渡河装备，击沉俄军冲锋舟5艘，击毙俄军76人，成功守住了渡口的控制权。11点，在扎波罗热战线，俄军第57旅强渡杨楚儿和乌军在奥列霍夫组织反击， F-16战机和装甲集群协同作战，精准轰炸了俄军渡河集群和沿岸阵地，摧毁俄军18辆装甲车，迫使俄军后撤至盖丘尔河东岸。15点，在苏梅战线，俄军小股部队从边境渗透，试图破坏乌军补给点，却被乌军无人机提前锁定渗透路线，特种部队设伏配合无人机联动打击，击毙俄军渗透小组43人，摧毁9辆运输车。11月19号清晨6点30分，俄军苏34战斗轰炸机携带滑翔炸弹突袭库尔斯克边境的乌军据点，企图率先摧毁乌军的防御工事。乌军防空雷达第一时间锁定目标， F-16战机紧急升空，在库尔斯克上空拦截精准发射空导弹，成功击落苏34战机。飞行员紧急跳伞，被乌军地面部队俘虏，首战粉碎了俄军空中突袭的计划。上午9时，俄军第144近卫师集结装甲集群，向苏德詹斯基地区乌军阵地发动冲锋。乌军第4装甲旅用反坦克导弹牵制俄军装甲集群，同时呼叫 F-16战机俯冲轰炸俄军装甲纵队，炸毁多辆 T-90坦克和装甲车，俄军冲锋部队伤亡过半，被迫后撤3000米。午后14点，俄军出动第83空突旅实施后方渗透，乌军无人机精准定位猎杀俄军渗透部队，摧毁7辆运输车，俘虏62名士兵。库尔斯克战场，乌军未丢失1寸领土。10点15分，别尔哥罗德战线，乌克兰特种部队渗透至公路沿线，用反辐射导弹锁定摧毁俄军防空雷达2部，无人机精准命中俄高级军官乘坐的越野车队，造成1名俄军少将重伤。11点30分，在布良斯克战线，乌军无人机群突袭俄罗斯1061号火箭燃料仓库，导致3000吨燃料被点燃，燃起的蘑菇云高达80米，仓储设施被完全损坏，俄军前线燃料补给受到严重影响，短期内难以支撑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下午16点，赫尔松战线，俄军黑海舰队810海军步兵旅试图从赫尔松南部渡河突袭，乌军提前在河道布设水雷，海马斯火箭炮对俄军渡河登陆艇精准打击，击沉俄军3艘登陆艇，粉碎俄军渡河计划。目前，俄军前线部队已尽显颓势，驻乌前线士兵出现了大量逃兵的现象，部分士兵因拒绝执行人肉冲锋命令，遭到俄军指挥官就地管控，甚至有哈萨克斯坦籍的雇佣兵倒戈投靠乌军，
直言在俄军营中遭受非人对待，乌军才是正义之师。开源情报网报道称，当地时间19号夜间，乌军向莫斯科等地发射了密集的无人机群攻击，俄军数套防空系统彻夜处于高强度的状态，交火声和爆炸声响彻俄罗斯首都上空。由于无人机的威胁，莫斯科2大机场紧急关闭，暂停了航班的起降，大量旅客滞留在机场。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观点和看法，欢迎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